来到德间书店 VOV 听者有心原创之声 Virtual Original Voice。我们的节目风格会非常轻松口语化，但是非常有深度。今天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是我们的一口作家，请掌声鼓励一下。那你没有先介绍一下你主持人自己是谁呀？哦，我要介绍自己。对啊，你要讲我是谁。对啊，对啊，不好意思大家，我是一集，对，我也是个画家啦，然后主要在果壳漫画工作室当做那个画家这样子。那今天刚好担任了主持人，所以我想说重点应该不在我身上吧？重点不在你身上，但是大家也是要认识你一下。好的，我是一集 ，Let's all。好，那我是另外一位那个暂时电用的搭档哈，因为未来可能主持不好就会被换掉的。这么严重？换成我们会变一口跟我当我的伙伴之类的。因为你们等一下聊得比较好的话，我会自动退出这个主持行列。你就一起啊！好的 ，OK， 好。今天也是我们第一集耶。今天是第一集，没错。对，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场域，它的确是一个我们平常，我们两位主持人同时也是创作者，只是说我们的领域绘本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领域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录制能够跟来宾或是能够向观众推荐更多的关于绘本的作家，因为台湾现在是有一个风气起来啊，就是有许多新的绘本作家正在萌芽当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多认识绘本作家，没错，然后多聊聊绘本以外他自己这个人是怎么样，这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对，所以今天呢，因为是我们第一集。我们很怕说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我们特别找了跟我们私交甚笃的。所谓私交甚笃呢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互相去过对方的家，还要穿这个就叫一个同一条裤子吗？已经是有一点点同一类型的。这你就插出黄标。对，我们是有到对方家做客这样子的朋友的程度啦。然后也这样想说第一集。才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我们也不会那么紧张，那来宾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样。对啊，我跟一口算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好绘那个高雄市立总图书馆他们举办的那个绘本课好绘雅。第2届认识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我想说她应该是非常有勇气。她迟到嘛？是因为迟到是不是？后面都没有位置。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第一堂课去的时候，我是坐非常后面，然后我是真的迟到，因为前面都没有位置。对嘛？你看。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女生，但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这个女生，因为她就是长得清清秀秀，又白白净净的，然后又坐第一排，然后好像仿佛一直都是在充满着笑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女生感觉蛮好相处的。然后结果在第2堂课的时候，终于她隔壁的那个人没有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趁机穿插到他的旁边，变成他的同桌朋友，没错，搭讪，就觉得这个女生应该蛮有趣的吧。然后我就想说，她应该跟我会同频率，所以我就坐在她的旁边，然后我们都一起坐在第一排这样子。所以好绘雅算是让你们认识的一个起源呐。对，然后个性都很怪异，是让你们连结起来的一个因素，就对。怪异我们怪异吗？我们不怪。我们不怪耶。对，我们是创作者，不怪。是吗？你才怪吧？我觉得我们蛮正常的。如果在你们的领域里，我的确是怪的那种。对啊，要看你怪到哪个程度吧。怪是要用怎么样定义的？怪也不能说是怪啦。对啦，应该是说每个人，你看会去参加好绘雅的人，我想应该都是还是创作者嘛，对不对？那创作者应该是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他应该叫做他有所自己的坚持。那如果常人不能理解，我们就会先用最粗略的解读叫做怪嘛。对嘛，对不对？某一种狂热者对其他不是狂热者而言就是一种怪，所以这也不是负面的一个评价。你可以说独特。独特，就像那个怪丑的，在金色星球上的一个，对啊，就蔡依林的怪丑的嘛，对不对？他也是怪美的吧？怪美的嘛。我要投诉球令哦。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跟音乐无关。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会有这首歌吗？有啊，有这首歌啊，对不对？
我是说怪美的有这首歌嘛，所以我是说怪他其实没有他在改写这个意识嘛，就并不一定是一个否认的，反而是说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啊。但我觉得他如果要说硬要冠上怪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真的超级厉害的怪。你说一口吗？对，因为怎么说呢？从你在郝慧雅的时候那个阶段刚认识，你怎么发现他怪？他怪在哪里？我可以说吗？可以。我在想我哪里怪，可以说我们就剪掉。有挖鼻孔，而且发现你都已经是还谈到别人身上，很深。人家挖着这个指节消失，你是消失到这个也太怪了吧？是吗？说不定真的有这样的人，不是？离题了，他怪在哪边？你要说啊。你讲到挖鼻孔的，是谁讲？现在都有录影哈，然后你去看谁讲挖鼻孔。所以我真的觉得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力怪到这么好的，就是画画能力怪到这么好，这样是称赞吗？那是体现在什么原因嘛？譬如说是当时出作业，或者是你觉得他就突然，譬如说老师说休息5分钟，然后他就突然产出了一幅梵谷的作品。对，这你要这样对啊，所以你要具体的形容给我们的观众知道啊。还有我一直觉得他来上好会啊，只是来乱的。哦，就是我觉得他根本应该当讲师，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上面指导我们怎么画绘本的一个。那你还没有讲出他到底哪里怪啊？就是他，如果比如说我给他一个想法跟幻想的画面，他可以马上的就生出来给你，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就是非常怪啊。就这样，这样算怪吗？好，那后来呢？后来变成朋友阶段，开始有私交，出来稍微喝个咖啡啊，吃个饭之后，有没有对比较了解？那个时候又有什么新的对一口他的这个人格特质有什么新的感觉吗？就越没有越来越怪的感觉啊，越没有怪，越来越正常，就越来越正常了这样子。然后会觉得他他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所以他每次都问我他画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看起来如何，我都觉得超棒 ，perfect。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就会觉得超棒。我觉得你这是有滤镜有滤镜我觉得滤镜，这样会不会太放大你的优点？我在讲一些缺点，比如说他还挖鼻孔，真的是。然后谈到别人身上，就是会觉得他所画出来的东西跟画面呈现，都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时代会有这样有创意的画面跟想法的人非常少。那因为我们刚好又都喜欢迪士尼或 Pixar 的那种画面跟构图，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非常合我的胃口。我就非常喜欢像皮克斯这样子有趣的动画画面，以及他一些构图的方式，还有他一些比较画出来的角色都是非常有创意的，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绘本作家这样。所以也就是在绘本班的过程中，当然是因为对绘本的喜爱和有绘画能力让你们聚在一起，然后有稍微也有看到对方也在这方面的能力到哪边，对，然后刚好你也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说，他这个创作或是创意或者是实际在绘图的能力是相当的好，对。然后，那你有没有给他什么回馈呢？我都一起那个没有，我说你真的好厉害，不然就你真的超强的，就是给情绪价值。对，他给我超多满满的。对啊，他给你那个，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人是想要做什么？想要做我的丫鬟，是不是？没有，我是真的打从心里很佩服啦。对啊，就是他都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你画什么。对，其实有时候你刚好不小心带到别人的东西，然后他也是毛起来在称赞的。没有，这就倒是没有过。不会，他可以认出我的。那你当时对他的这个印象是什么？你也觉得他来乱的吗？有一点有一点。那你们两个好像可能在这个他们单位在培训的单位里面，你们可能是黑名单，所以难怪我们就再也不能。你还有在录取第3届？对，我还有去报第3届。你要有花钱吗？第3届有啊，有吗？对啊，怎么会？就是比别人多嘛，因为其实他们本来不想让你去，这个人又要来这样，你前2倍这样，没有好吗？好啊 ，OK 啊，那这样子表示说，后来到真正就是我所谓的私交在更深，有到家里做客的时候，你们现在就已经是算是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嘛？对，算蛮好。然后也一直有在持续创作嘛？有。对，那你有没有发现说，
对于你而言，你现在对他更深的理解之后，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出他在绘本这一方面的潜力。潜力，你说我对啊看他吗？对啊，就是说，因我需要为看到你们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你看到我潜力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认识的时候都是学员嘛，对，然后到后来变朋友，然后这个过程到更深的朋友，然后这个期间也经历了他从学员变成一个出版绘本的作家啊，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蛮值得我骄傲的。为什么？你好像你妈之类的。我觉得他是我好会啊，第一个出版绘本的作家，我觉得超为他开心。那时候他出版第一本《望来神》的时候，我就很为他开心，像这本黄色的《望来神》，然后我就很开心，哇，一口是我们第一个出版的，超棒的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赛跟出版好像是两回事，就是我觉得。他出版的作品都是我看过之后，我就觉得这一定可以出书啊，所以他就会出书，然后他就真的出书了。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出这个故事，绝对会有。你觉得迟早他会可以出版的，以他的能力这样来讲，对，只是当时还摸不清到底会不会是绘本。会不会结果最后出的写真什么？绘本作家的写真吗？对啊，对不对？就抱着书这样拿着高脚杯，有这样子的歪掉这样，你歪了，黄标吧？不会，我们没有讲到关键的东西，这样对啊，那你没有你准备了那么多的那个好问题，你根本要哪里要让一口给大家多了解一下？像我还没自我介绍，你要自我介绍。你还要自我介绍？我们刚刚介绍那么久，不是在介绍？好，我们让你以为那不用？我跟你讲啊，这个是让你安心用的而已啦。好啊，那我们到直接进入那个问题啊。好了，不要进入问题，我们还是让你，我们其实有一个访纲。你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他要准备。你自己介绍一下，要几岁也要讲哦。几岁也要讲？不用，我不要讲我几岁。好，那你自我介绍一下，给观众一个稍微正式一点，因为毕竟有观众应该有很多是。可能 maybe 是第一次，是我的粉丝吧？要不是粉丝，应该蛮多的吧？要不是粉丝，要不是没有遇过。那我们假设嘛，粉丝也要更了解你啊，对不对？来，对，好，大家好，我是王佩欣，可是他们都叫我一口，因为我笔名就是一口这样子。我是一位喜欢画图、说故事，也喜欢探索不同题材的创作者。然后他们刚刚有提到，我目前就是有出版的绘本。目前我是有出版3本书，分别是《望来神》、《今天不想吹头发》，还有最近最新的比较特别的《金色星球海奥华》。这3本书它的风格都不一样。然后呢，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我在创作上比较不会被局限在同一个风格，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我没有个人的特别风格。我是希望每一次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都在做新的尝试、新的实验，然后去探索不同的媒材。所以我喜欢在每一个主题的时候去发掘配合它的新媒材，然后新的画风。这样子，你为什么要笑？人家那么认真在自我介绍。我想说是花了多少时间背这一段这样。我没有背，给他一点，你给他一点 OK 的嘛？我们今天是轻松的嘛，对不对？就这样子。但是你要讲一下，那一口这个笔名是因为你一口是你跟我们讲叫你一口啊。真的，对大家都问我这个问题，连小朋友都要问我这个问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时候好，我记得我会叫一口，好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有 FB 粉专的时候，现在没在用，现在没有了，是不是？现在还是有，但是没什么在使用。那时候你知道，大家出现了很多的创作者，不管是文字创作者或是图像创作者，他们都喜欢在前面有数字。是哦。例如。可以讲吗？可以啊，你讲他们创作者啊，有9啊，9把刀。我以为你要讲9令，我以为说9妹，想说9令还蛮有说说服力的。9把刀是不是？对对对，或者是有个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其他的3、4、5、6吗？3毛，3毛对不对？3毛，那是3毛，我说是3毛。那是3毛是谁啊？没有3毛。对，反正就是对有。
四我不知道，四小泽可以不要每个是画家，数字四小泽是画家，所以就单纯你是想说，那如果我要取个笔名啊，然后这个道理就好像有点像那教补习班的，他们都要2个字当名字。有一点，而且再来就是我觉得一跟口是最容易图像记忆的。对，文字一跟口才无笔画，有适合图像记忆吗？我告诉你，连那个外国人都看得懂一和口，就是它就是一个对一条线跟一个圈。然后我每次签名就只要画一对眼睛，这个也有点像韩语的感觉哦。对啊，所以你看这是很好记。然后小朋友问我说，对，就咬一口的一口这样子。你根本没有回答他们，对不对？有好吗？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取一口，我就因为我喜欢吃东西，我喜欢一口吃掉所有的东西，所以就是一口就叫一口，还不错。倾向于吃一口一口饭要一口一口吃，对，一口。我以为是说会不会是有一种我要争一口气这样？那这样听起来很有野心哎。没有，那是你的人生。要争一口气，没有要争一口气吗？就是吃一口，我也觉得什么都不介绍新出版的。没有要争一口气，没有就是吃一口，看到什么吃一口这样。好啦，原来一口这个由来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啦，大家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吃啊。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笔名对于大人小孩都是一个很直观，然后很容易记忆，甚至连外国人对也可以记的。我也因为他所以变成1级耶。对，你本来是多少8级？不是，我本来是韩籍，后来因为他说他叫一口，然后我们又班上那时候好会来班上又有一个人叫一只，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叫1级，然后我就变1级了这样子。这样子会不会以后感到混乱？不会，你说感动？对，你说感动的部分在于他说他也要叫一个1呀，就是跟我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从那一刻我们就是姐妹了。他说我要叫9级9级，我没有想要叫9级，也是可以当姐妹。那还会感动吗？很感动啊，一样青蛙，就是因为他是因为我的关系而改变了他的名称，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一样了。对啊，你们就一样了吧？应该是更贴近了吧？不是，我说我们关系就更不一样，关系更不一样，对，更紧密了。对啊，所以叫1级也是因为一口想说就是大家一起叫1，好像蛮有趣的。会不会后来就混乱，全部都那个？都1开头的，后面就没有什么1。同学叫我们会混乱。对啊，你带给了大家认。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不管是1级或是叫我一口，或者叫我1级都没有关系，都是我们。对，都是我们哦。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对一口这个笔名啊，或者是说大家一般而言来称呼它，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样子。你知道台中有一间店叫月亮咬一口？我知道那间蛮好吃。知道啊，在那个成品对成品那边，对，它很贵，蛮贵的啦，很贵，蛮贵的，对，很漂亮。不好意思，岔题。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记得我的本名，因为我后来书都是回归我的本名，就是那个嘛，佩欣，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会想到菜瓜。等一下，佩欣跟菜瓜为什么会就是是不是有什么品牌是菜？等一下，你这样刚刚是看着我的脸，所以我脸像菜瓜吗？确定是名字联想不出来。大帽黑瓜那种东西，你知道？佩欣菜，佩欣跟菜瓜土豆。我知道你如果说想到猪心冬粉，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菜瓜。冬粉更不能理解了，好吗？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就这样子结束了，是不是？是一直讲到在菜瓜这个部分吗？好了，我们结束掉他这个一口的名字好了。对，就是记得我叫王佩欣。但佩欣怎么会想到菜瓜？蛮奇怪的。我们不是说要结束了吗？你绕回来，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怪怪的。没有，因为他没办法理解这个部分，没办法连接，追根究底。对啊，像他联想到冬粉一样嘛，这每个人会没有我说猪心冬粉，重点是前面的猪心哦。是因为佩欣。好了啊，我们就不要再讲这个，越扯越来越饿了，最后还是会减，越来越远这样子，肚子越来越饿。好，那我们其实因为刚刚有讲到是跟一口和他的这个家庭因为我们大概就是年龄层稍微相近啊，所以那个跟他们家也蛮熟的。那也知道说那个一口也是除了是一个绘本作家以外，那也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啊，这也是一个老婆的角色。那我在想啊，就是这会不会在对你的创作历程上啊，从初期做学员到可能小孩渐渐的去上学之后，对你创作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改变？
首先在我去上课是2021年的时候，那个我小孩还不满1岁，疫情的时候嘛，对对对，因为他是109年出生的，就好像差不多吧。那时候有时间画画吗？说实在还有真的有还有什么时间？小孩子那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他其实。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活动时间，因为你知道小孩那么小的时候就有固定睡觉、固定吃饭，然后固定活动时间。加上那时候我还有婆婆可以稍微帮我带。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本来这就要扯到本来在这之前，我就想说那时候没有工作了嘛，就是因为怀孕要生小孩，所以辞掉工作。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又觉得不晓得要做什么，每天只有顾小孩。是蛮累的，你心里面也会累，因为你没有补充到能量，你没有充分的，就是使用自己的才能的时候，其实你对生活会有一种倦怠感。对，就是一直重复，每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很感谢，这是我要特别提到，很感谢我老公，他有帮我报名好慧雅。老公是有特别介绍，老公刚刚有拿2000块给你，给他讲到我哦。对。你已经收我2000，他要不要一起来录？他说这句话一定要在这里讲。我说好，要感谢我老公的名字要讲出来吗？应该不用了。他听到会不会生气？他说你干嘛叫人家讲？没有，他在意的是你有讲，没有剪掉收钱的事情这样子。对啊，就是谢谢他。那时候他就说，那你就是你有空，不然就去6日嘛，因为那时候上课是6日的时间，而且有可能是进修一下。对，就是去画画也好啊，认识新朋友也好，散散心就可以了。那你怎么会知道好慧雅的这个资讯？也是老公告诉你的吗？对，他就是看到，然后说，这个好像蛮适合你的，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写故事？怎么知道就是一拍即合？我想说加油帮啊，这样。还要做音效，一拍即合。原来是讲一拍即合。OK， 里面有一集。那这样子太棒了。你们又要岔题了，你们给我安静一下。没有，因为刚刚有回溯嘛，因为你讲说，因为我大概可以理解啊，因为大概毕竟生完小孩之后，重心大概会在小孩上面，然后加上当时是疫情嘛，你又特别要关在家里，哪里不能去。对。那可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是说，除了这些一般人也一样会经历到的，那另一个是说才能没办法被发挥，这个我觉得可以蛮值得观众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认识嘛，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一口是彰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那是不是在美术系这边，你的美术才能，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因为有这个美术系的背景，所以也让你在这个疫情期间看带小孩的时候，特别觉得自己的才能没办法发挥呢？还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个感觉，才能没办法发挥呢？其实我这一路走来都觉得我画画很开心，但是我不晓得我能够用画画来做什么。除了说好，我曾经教过小孩画画去才艺班，但是我是教嘛，我并没有自己去创作。然后还有就是我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工作，最后都觉得说，画画是不是可行的，就是没办法负担你的生活的部分，那是不是要放弃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郁闷，就是那时候跟先生讲好是，那等到小孩大一点可以上学，我要再去工作，对，就做一般的工作这样子。一般的工作是说，就是跟你学的东西无关的吗？可能还是有，比方说美编，但是就是变成说。你会放弃掉说创作的这个部分，就是放弃自我的感觉，对，就是你就没办法再做创作，没办法有产出，或者是你就是认真工作，偶尔经营一下粉丝团，画几张插画，就这样子。可是我心里很不甘心，然后那一段时间也是觉得，就像你说，就关在家里，又觉得说啊，只要小孩再大一点，我又要去工作。刚刚有提到一个不甘心的这个。怎么会出现这个心情？是因为这个小孩实在是和疫情实在占用太多时间了吗？不甘心是不甘心，我从小到大喜欢的画画，我坚持了这么久，我在这一刻最后可能没办法，对，我要放弃它了，所以我觉得有点不甘心。
然后我就去上了好会啊，才就甘心一点。不是他开了另外一个门开启了另外一个对，开启了另外一条路。但是那时候还不晓得能不能走这条路哦。就是对，那时候因为没有出版，就表示没有获得肯定或是没有所成就的话，你最后还是会退回来原本的阶段嘛，对不对？但就很幸运啊，就隔年就有出版书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我倒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个人觉得。像你这样的历程，或者是很多观众朋友自己应该也都会有人生擅长然后而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也很喜欢一个以前的漫画家，那个老夫子的那个，他叫什么？对，他好像叫蔡志忠的样子。因为我常看他现在当然已经有点年纪了嘛。他其实有讲，他说画是他画来他自己认为很开心的事情。我画得很开心，跟你们要不要出版，要不要喜欢我。没有关系，这样。对，所以我当然也可以理解说，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功利的社会的主义嘛，对不对？要有商业，要有金钱，所以可能会用要不要被出版来衡量这样。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像刚刚你讲的，你从小到大你觉得画画这件事情带给你很快乐，我想这才是你被出版的主因啊。因为快乐，对，我觉得反而应该会是因为你本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是快乐，如果不快乐就不会被出版嘛。不快乐，我觉得如果你做一个事情不快乐，它相对于要用社会成功的角度来衡量它的几率会变很低啊。对不对？你都已经没有那么喜欢这件事了，那你要在这件事成功的几率本来就会低啊。怎么？这也是这个，我觉得有点深奥。我们要在影片写非禁止禁止画面的。我突然觉得有点深奥，再思考一下这句话。对啊，没有，因为刚刚是突然去想到说，他讲说，万一要是没有被出版啊，对，是不是就会退回去？但是我反而会认为，你就是因为一路以来持续在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你这个能力并没有衰退，你也没有舍弃它。那当你只是在等待那个机会什么时候来而已，那个第二扇门什么时候帮你开，这样而已。不过出版，我觉得在绘本作家里面应该算是一种认同，身份认同吧， 对不对？是一种认同，自我认同可能会大于社会认同啊。这个就要讲到我那个今天不想吹头发这一本，为什么突然成为？好，你讲看我听有没有关系，还是你在置入行销？没有，置入行销也没关系吧？没有啦，它有点像我的书啊，因为它是我为什么画这本书，除了想要让儿子可以好好坐下来听，因为望来神他一点都不喜欢。那时候你说望来神他不喜欢吗？因为他那时候3岁，太多字他听不懂，然后就画了一本比较简单，然后再来我把我的人生经历用非常简单搞笑的方式把它放进去。因为你看吹风机，他是不是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吹头发？对。但是他想要做更大的啊，他想要偶尔会吹一下袜子啦，或内裤之类的。但是他想要吹更大的，你要准备一个叉叉，你要是叉出。就是黄牌的那个，抱歉。对，因为他不停的遇到了挫折，对，但是他后来又遇到了支持他的人，就是那一群小鸟，他帮他吹了，他们很感谢他，他得到了成就，他才知道，原来绕了一圈，我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可以在我能力所及的部分把它发挥到最大，所以他开了吹发厅。其实这个是我有一个读者回馈给我的，那时候我只是想要把一个受挫折，然后最后他遇到了一些事情，他重回了他的岗位，然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那个朋友告诉我说，我看了你这个很感动。我说为什么呢？这里面完全没有什么。他有喝酒吗？没有，他一边喝酒。他是一个老师，他刚好吹风机也坏了。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其实他如果人他在重复做平常就在做的事情，他并不觉得他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重要的。但是你看他去绕了一圈回来，发现原来我工作是这么重要的，我应该要持续下去。所以他如果他在当下的位置，他是没办法看清楚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再把他的能力发挥更大，因为他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让他这个能力呢放到更大，然后造福更多人的这个想法。对，所以他看了这一本，他觉得有整个再回来做他原本的事情，他觉得很感动。
他觉得有一部分自己受到了肯定，因为他那时候他是一个老师，他也在教学，他在做一个比较封闭循环式的啦，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做更明确的重复，对，而且他在推广的教学是比较特殊的，他在推广哲学的这个部分，让他接触的人比较少，所以他会有时候会觉得，我这样做好吗？就是客人会有人想要来上课吗？然后上课的时候，大家就也因为哲学是需要不停的发问、思考，然后回答嘛。这个过程，那大家就觉得，大家好像不太想要发言，问的问题好像大家都会沉默。那他会有一些他觉得的挫折的地方，回馈他对挫折到了这样子，所以他就看了这本书，觉得那。他觉得他其实这样做的事情是蛮重要，他应该要持续发挥这样子，所以他说他看的是感动的。那我觉得我更感动，其实我看了我也蛮感动的，而且我一口气买了10本这个。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全部都送我1本，我说你们一定要看。刷销量的一个，老公买100本，他当天出版，我说你来10本。对，他是我内装的。对，好啦，那其实你刚刚。回到你刚刚讲这个吹风机，也是呼应你刚刚说的那个所谓说从不甘心到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有能力，然后有突破，然后你接下来想要用这个题材来，也是把自己的经验，然后给看的人可以同理心说，其实你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是它只是 maybe 现在还没显现出那个结果，对，你现在没有办法看见。对，那我刚刚也有想到啊，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当时绘本班你还不知道说绘本这个路是不是可以是让你前进的路线。那其实这也有关一个原因，因为以我所知，美术系毕业的话，你们是接触相当多的媒材啊，然后还有以及很多的风格啊，或是用很多种方式，你都可以做作品。对，那所以这个最后选择绘本，你会觉得它是大道至简的，反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还是说相对来讲，以我美术系我会这么多的媒材，还那么多的作画方式，这个还算简单的，而且还蛮强调手绘的吧，对不对？老实说，我觉得绘画图是加分，是加分。对，因为我是对于做绘本这件事情是加分，但是。绘本其实不只要绘画图，对，它的故事跟它的文字是同等的，跟画图来说是同等的，这也是我最近在学习的部分。我自己，因为我们个性，我跟一姐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就是天马行空的，带一串，我也有一串，离题哦，离题，我要烂叉叉，你还没准备那个牌子。很喜欢什么？因为讲好像要讲不正经的事情，你先让人家讲。我忘记我刚刚说什么。你说你跟一集很相像啊？对，因为我们喜欢天马行空，我们甚至很喜欢跟孩子一起乱想故事接龙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管移到哪里都可以接回来，或者是他可以冒险，他可以有什么样的神转折。很喜欢这样子的事情，包含我以前在做插画的这个工作，插画设计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画了好多的角色设定，然后但是他们全部出现在一张图，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结束，他们人生就结束在这张图里面，好快的结束。对，就是他就直接定格在那一个画面中。插画好像是这样。对啊，可是你看绘本，我可以。把这个角色不管他的情感，连续性啊，对，而且把他的情感、他的个性，从在一本书里面让他变得丰富，他的故事，对，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感觉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个性？为什么他会做这种事情？原来他个性是这样子，他是怎么样发展的？我觉得可以看到更完整、更全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好喜欢绘本，我觉得太棒了！我本来就很喜欢编故事了，刚好我自己会画，这剩下写的部分，对，所以我说他去上好绘雅是来乱的，你懂吗？就是他明明就已经有一个很强的故事力跟绘画力，是因为说他有这个功底，但是他需要一个适合他的形式，对，这个形式就是刚好是绘本，就非常适合。然后绘本，因为他也不用你也不能太长嘛，对，然后而且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你像刚刚你的读者给你的反馈是一个老师，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对绘本的印象是觉得是不是在给小孩子看，对，结果没想到是大人给你回馈，可是其实小孩子也可以从中
因为大人的这个导读嘛，他还是可以传递到你的一些想法给他。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你这个吹风机作品自己，然后跟读者，然后或者可以扩及小孩子的一个蛮有连结性的地方啊。其实我发现蛮多大人会给绘本回馈的，虽然明明我们一开始受众群可能是小孩，可是发现有感觉的都是大人。就是小孩只会看到他搞笑的部分，因为大人对不对？的感觉就比如说看到他这个吹头发的这个人头发卷起来，那个小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是这样，然后但是大人会看到他更深层次的 story， 就是故事这样。我觉得大人会给我更多回馈，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够多，可以去更能解读这些背后，或者是他会很自然的去带入他的人生经验。像我看其他的绘本也是这样子，我会自己带入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写？那如果我当下是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如果带入的时候，发现你更能够感同身受，更有同理的感觉。那第一本出版是旺来神吗？对，旺来神有没有人跟你回馈吗？诈骗集团、佛教团体想要跟你授权这本书。我说诈骗团体，因为旺来神是一本就类似在讲这种宗教诈骗。对，但是大家都跟我说这个故事好好看哦，没了，因为它比较不是一个。但是你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它也是一种回馈啊，对不对？是，我觉得很好，因为其实做这一本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做绘本的时候，都会主要是围绕在创作者他身边的经历嘛，或者是他面对的社会现象。那旺来神就是属于这样子，因为每次看新闻都看到诈骗，然后每天手机都有一大堆诈骗电话打来就挂，然后各种东西，然后就刚好又遇到了有一个想法，于是才做了旺来神。那你自己本身有被诈骗过？有可是你有被诈骗过？不是诈骗，就是有诈骗集团打来，然后我还跟他讲话，后来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你讲太多了，你刚刚把故事都念给他听了。我念一本我最近做的作品《旺来神》给你听看看。有可以有，下次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旺来神他第一本作品的代表是非常的走他以前的品牌设计的，因为他非常会画动物。我觉得一口对于动物的诠释力还蛮强的，动物就是他把动物的扭曲感，哪一个地方该搞笑的地方，我觉得他都有把它画出来。而且他第一个品牌就是画那种动物头，然后穿了非常时尚的衣服。这个是在还没做绘本之前，画一些插画作品，就是不正常人类嘛，对，不是非人类，对，就是我都画各种不同动物穿时装，对，然后走秀这样。那我蛮好奇的，就是说。因为这也是算很短期之内就发生了从会员到出版这件事情。这个出版的时候的那一个 moment，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给自己的庆祝啊？你说，我这个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诠释我才能，然后又受到肯定，有没有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啊？买一箱凤梨，还是跟老公讨一点奖励这样？有我老公就买了一条凤梨项链给我。凤梨项链，我有看到。纯金的吗？不是。怎么这样？你要说你要给我纯金的凤梨，纯金你敢带出去？跟凤梨一样大颗吗？没有，就小小的这样，但是我很开心，因为老实说，也是因为有这本书，我老公突然就信心，对，他就说：“那你就做这个好了，你就不要再去外面做其他。”不相干的工作了，你就专心创作，发挥你的才能。他好像终于才看见我了。那不然你说老公，他以前都看见你哪里？就是这不好说吧，好吃懒做吗？好吃懒做，他维持了一口这个绰号的。你本来就是旺来神里面的那个角色的存在，对他来讲是不是？因为他可是我觉得他很蛮支持你在做这个工作的。那是因为有成绩啊，他要看到，他就是那种。理工科的人就是我要看到结果，没有结果论有了，那才可以继续做。那这样不行啊！如果万一你那个，譬如是3-5年后才成功，对呀，所以你就看是不是一连串的巧合。那你压力会有这种压力吗？我不知道啊，没有经历3-5年，我隔年就出版喽。你是刚很自豪，不想把2000块还给老公，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路是适合他，所以他就会比较顺遂啊。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前面真的是跌跌撞撞到就是超级
超级自卑，对，就是你画到一个你画到一个说我到底是哪里不好，就是我明明就会画图，就像吹风机，我明明就很会吹啊，我明明就很会画，但是为什么就做不好？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好像看不到前面。那条路我是看不到的，就是都被遮住了。那你现在觉得有豁然开朗了吗？有，真的有信心大增了没有？有。可以吗？所以应该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吗？没有，因为我在意思是说，对于创作者来讲，其实出版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啊。是对，因为毕竟现在在出版业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去出版台湾的作者，没有错。但是台湾的政策上是有在重视这个绘本创作者，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代。以原创的角色在台湾被出版社认可出版，的确是蛮值得自己骄傲的。真的，对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带给你自己可能继续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信心啊。对，老公也比较不会。对不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当妈妈，像我当妈妈，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自豪的部分，就是我给我儿子看到我画的故事。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会让妈妈们会有一个信心大增，而且他看到，他会听到，他会觉得很高兴，他会到处跟朋友。就妈妈的朋友炫耀说：“这是我妈妈画的。”但一口好像比较特殊，因为他说望来省那个儿子，对，因为那时候他太小了，对不对？那后来现在大一点，有说妈妈这个没有就不念给他听了。妈妈现在什么身份？他说你现在懂了。他说你去妈妈新书发表会。妈妈不你自己去，然后怎么干嘛这样？那个吹风机这本书，他有反应，有反应。对，就是我在帮他吹头发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看我吹夫。”然后我就很感动。可是我发现小朋友会反而喜欢他的妹妹快跑，因为里面有鬼。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好喜欢鬼哦，真的。现在喜欢妖魔鬼怪，对不对？就是他们喜欢未知的，对，他新鲜的，就是你在现实中看不到的东西。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因为市面太多东西可以接触，什么东西都看过了，大概是当然小孩子可能对幻想的东西会特别感到就是新奇啦，不然就是你都看过摸过，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对，因为我有带着Eco的那本《妹妹快跑》的动画去展览过，然后其实小朋友都在播动画的时候都会停留在你这本绘本，因为我发现他们很喜欢看那个鬼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哇好恐怖，但是他又很想看，这样真的。他算是恐怖的恰到好处啦，因为他主要是那个暗在。小孩都怕黑啦，对，黑这件事情啊，而不是说鬼怪嘛，因为这个里面主要不是想象，因为我们小时候对于其实到长大，其实还是蛮多大人也是怕黑啊，或是这种海底深渊这种你看不到，你就会害怕。这样突然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你画《妹妹快跑》这本绘本，才突然觉得你这人真是怪到超强。就是因为他这一本绘本，他是用一个很黑的砂纸，你知道以前不是会有磨滑光滑的那个壁报纸你不是用砂纸画的吗？没有，我用壁报纸，但是用蜡笔。你说砂纸是要涂蜡笔？对，他是用画蜡笔在砂纸上面，然后就把它变成一页页。我说哇，竟然有人用砂纸作画，真的太神奇了。这么的那个。自我这样要做什么？所以我就说他怪到很强，就是连这个东西他都可以画出作品。可是我是觉得这个反而让我可以还是连接到说，他还是仍然是因为有美术系的这个所谓媒材的概念嘛。对，他可能觉得这个主题用这个方式能够蛮好诠释这个暗黑啊，然后未知，然后又沙沙的，对，然后感觉糊糊的，不知道它是什么，会害怕的那种感觉，这样。而且意外效果非常好，就是很吃色。对啊，它的颜色很显色，对不对？对。可是这本应该是我从头完整就是画完的第一本绘本。OK。对，而且做成动画真的是超棒，因为非常谢谢德间书店帮我做动画，因为我每次只要分享会，我只要带这个动画，不想讲话就放动画。不是。动画真的还蛮好用的。你知道小朋友专注力大概是20到30分钟，但只要这个动画放下去，就是整个分享会最安静的时刻，真的针掉到地上都听得到那种安静。真的，小朋友的专注力就是在这时刻最专注，其他时候放完之后就开始讲话。好，那这样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有稍微去讨论到
3本绘本，对，就是也是跟你的这个创作的生涯算是息息相关的每一个阶段。对，那因为刚刚也有讲到嘛，我想任何一类的创作者其实不管是写书啊、画图啊，或是你是做什么样的创作的人，老实说，他一开始的题材大概都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有的，对，所以我也会想说，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接下来你的难关，它可能会显现在说，那如果我的一些人生经历的东西我画完了，那我要再怎么截取灵感？哦，你说灵感这个部分，对啊，这样安心了吗？回到那个题目里面。其实灵感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只要你认真生活，活着，好好活着，这样就可以有灵感。因为灵感是发生在每一个你不经意的角落，就会出现灵感这个东西。就像我画旺来时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画就是庙啊或宗教题材的东西，但是它就出现在屏东。那时候我去屏东路上，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庙，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旁边是凤梨田，旺来神就出来了。所以你出去走走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跟朋友聊天很重要。因为你有时候跟朋友聊天，不经意他讲出一句好好笑的话，天啊，这句话好像很适合当绘本就可以了，真的。我们每次聊天聊一聊，都觉得好像可以画成绘本。所以我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灵感，我觉得你就不要去想，不要一直去坐在桌子前面想这件事情，出去走走，跟朋友聊天。所以在未来上，如果继续走绘本的创作之路，你觉得这个灵感呢，是不会随着你自己人生经验，说过去的经验只有到那里，所以只能画那里，反而是你是因为持续的好好的生活，扩展自己，那你就会源源不绝的这个那个什么想法来继续创作，这样。对，这条路就是一直走下去，沿路风景都不一样，你从风景里面就可以找到灵感。那有聊回到，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已经有介绍3本嘛，那我知道说现在好像还有1本新的，这一本我觉得它可能已经不是你出去走走可以要去宇宙走走，这个又会绕回到海奥华是什么呀？绕回到那个啦，绕回到很支持她的老公啦。哦，对，因为这个就有点跨度了，对，因为这个歌是不是已经不是你人生经验和你去走出去可以得到灵感？真的，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新你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绘本。这一本绘本它的书名叫做《金色星球海奥华》，它出版，它已经那个吗？已经出版了，对。OK。那海奥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也许你在接触身心灵的部分的人，你会听过《海奥华》这本书，它是一本蛮厚的书。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应该叫我老公，你要不要开一集叫我老公来讲？我会叫他来讲，我会教来，我们会叫他来讲。我就讲这个创作过程哈，这其实是因为我老公他本身看了非常多身心灵的书，对，他觉得这么多的书，有一本书让他特别印象深刻，因为他发现你在讲外星人，在讲身心灵，全部在同一本书都可以得到印证，就叫做《海奥华》这本书。所以他就去想办法。拿到了授权，可以改编成绘本，因为他的作者是一个澳洲人，然后他已经过世了，他是现在是由他的儿子来处理他这个版权的部分，对，是版权部分，所以我们就透过了联络人的关系，然后去跟他们接触，那他也愿意。所以他当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告知你这个消息？就是说啊，老婆拿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让你画绘本。没有这么突然，他应该是没有那么突然吗？还是有先稍微放一点？他其实平常就会告诉我说，这个什么脉轮或者什么身心灵的书怎么样，我都没有什么在听啊。对啊，因为我想说你好像没有什么在听，可以让他知道吗？知道播出就知道了，他应该知道，因为我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可以叫他不要听，会，他会听，他会事后帮他检讨。你忘了吗？结果论。你不能这一趴不能这样。可是我帮他画完了哦，非常好，我自己帮。画了多久时间？花了多久的时间？这真的很生气，也可以讲吗？可以。这个
如果会引起婚姻之战的话，可以讲，我们是在讲创作他的辛苦的历程嘛，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好，主要是这本书他有告诉我说，他想要把这样子的书，把这样子的想法，让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就可以种下一颗这个种子。他们未来遇到人生迷惘的阶段，比方说灵魂之后会去哪里，灵魂是什么，他们就不会在。因为大家在人生到某一个阶段都会失去挚爱，失去什么。但是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迷惘或是痛苦。对，所以不会这么像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资讯的话，我们可能就对于一些失去只有恐惧，对，只有害怕，只有彷徨失措。对是希望可以让比较小的小孩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对生命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然后至少不是只有恐惧这样。那有念过给你儿子听吗？他不会听的，因为这个字太多了，字又太多了，比望来神多嘛。因为它是改编的，你知道那个书很厚，那它改编只有一点点。我应该来念给我儿子听看看。没有那个真的不太适合他不易阅读啦，我只能跟你说，我觉得应该要10岁以上，是因为也要理解高年级。所以你在画这种绘本的时候，你也先阅读完那一本很厚的书了吗？老实说，我有看完，真的，但是他会忘记，对，看完就秒忘，然后这么容易忘，是不是？这本因为它是一个它有哈利波特那么厚吗？没有那么厚，它不是哈利波特厚不厚的问题。但是不好阅读，但是你知道哈利波特是有冒险有起伏啊，它就是有点像，它有一部分是感觉上好像但是他讲的资讯量实在太大了，你很容易就会。主要是这样子啊，他的我跟观众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因为他的资讯的来源是你在求学，还有你求知，或是你任何学习状态中，你都没有接收过的，所以你无法去消化说这些的新的东西，就像。我这样讲好，假设你不是读经济学的人，我跟你讲经济学的专有名词，你就会母萨萨。对，那它这个就有点是像外太空来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地球人，我们学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理解过这些。然后你突然要念，你可能光要读懂词义就要花了一段时间，然后你又要每个人可能读这段的想象，或许也都不一样。所以我想他要把它首先阅读完，浓缩成重点。然后再变成绘本，就花很多功夫了。所以在改编成绘本的时候，我先生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这个改编，海奥华，所以就压缩到我画图的时间。压缩到你画图，那你这个，所以他是改编好，这个是有时间限制，是不是？因为你改编能不能用？还要传回去澳洲给作者的儿子看，要确认，对，就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改得很歪，或者是有没有照实说，要忠于原著的一个，对，就是有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本来我是跟他说好，请给我1年的时间画，因为我们知道，就算你画出来，你还是要照内文的叙述。你不能够有太多自己的想象的空间，不能够自己想。他说有什么颜色。什么样的形态的东西，你就要这样子画出来。哇，那你能通过那个儿子的要求，我觉得也蛮厉害的耶。就是你要画写实啊，是一个很难，不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完成的。我觉得有时候，但是我也是觉得有某一种成分的幸运在，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儿子，而是他的原著的话，我想你这个可能会拖更远。有可能，对，因为他如果他的想象又会他去过不一样，他去过就对，金色星球是一个真的哦。所以他现在去那个地方了吗？你说作者？对，我不知道。哇，这个很惊人的一个提问。惊人吗？因为他不是现在已经不在，对，他不在，所以他现在是去金色星球。应该不会到那么远，因为金色星球是最高级星球。对，我是怕我们这样突然跟观众说，观众不太理解，因为他们没看过这本书。简单来讲，他是在讲说。外太空，然后外星人，他比我们的维度更高，对啊，那你维度有分到多高多高，对，那你最高就是金色星球，是第9级所以他来看我们是就像我们在看桌上的蚂蚁，就是那种概念。所以他并不是只单纯讲谈论生死，就是没有，还有很多活着就在地球，他几乎跟。可能说跟生死没有那么多密切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没有。那我也蛮想去看看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算是现在已经在各大的通路都可以买到。对。
那有没有什么接下来哪里要给大家新书发表的？我们已经谈完这本书了。哦，有啊，有吧，我们有，而且重点是我们还有去租了一台机器，租了一台机器。你知道，在这本书他有提到气场的部分，有一些人他的眼睛是可以看到人身上的颜色，每个人摄影的那个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颜色跟气场，对应自己的颜色气场，你可以更了解自己。对，那我们就去做。但是这因为大部分人看不到，所以没有人要相信这件事情。书里面有提到说气场的部分，比方说你搭配你今天气场颜色穿的衣服，你会觉得很平和。那你今天有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你看不到。但是我们去租了一台，因为已经有科学家在研究气场，怎么看气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去租了一台由俄罗斯制作的气场摄影机。然后当天新书分享的那3场都会拿到现场给大家来照，或者是抽奖，我不确定，我不确定那个方式。对对对，主要我会去，那我也会抽到。所以有一个环节会让大家可以参与这个，对，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颜色。因为用科学来印证，比较容易让人信服、说服了。对，比较容易。所以这是再次的说明，你老公是理工科，真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看不到。他以后就说我要把这个变贩卖机，就是全省都投10块就可以照一下自己是什么颜色。果然是商人，是一个商人，那还不错啊。对，所以我们到时候资讯会放在我们的资讯再分享给我们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对于这个外太空身心灵，它也算身心灵，然后也算是你也可以有点归类像冒险啊，然后那种新奇太空那种外星这种有兴趣的人就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你们都相信宇宙的外星人吗？相信啊，虽然没看过，我们都相信。你相信的原因是你被洗脑很深，是不是？你本来是不是不相信？我就本来就觉得不可能只有我啊，就不可能只有人啊。我说这宇宙不可能只有人。你看都有各种生物了，怎么可能只有人类这样子高度智商的物种存在？一定还有其他智商真的不高，人类你干嘛这样？我们大家被投诉吧。但是我相信有其他更高的物种，对，更高智慧，不管是智慧或者是各种科技啊，还是什么的存在，没有错。好 ，OK， 那我们今天在一口这个访问的尾声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小彩蛋的部分哦，就是可以让各位听众更了解一口。就是那这个部分，小彩蛋的部分就是希望你可以推荐一本你自己喜欢的书啊，不论是绘本或者是文学都可以，还有插画创作者。我想要推荐一本书，叫做《山中》。山中，对，这本书你是不是有给我？有，我有给你。是山，是哪个山哪个中？山上的山，中间的中嘛。对，山中。我以为是山中的中。但是他的那个作者，他的名字比较长，叫做外国人吗？对，外国人，好像是西班牙嘛。对，然后他的比较长，大家可以去搜寻。他的所有的书我都很喜欢，他的风格很棒。所以这本书也是绘本吗？还是？它是绘本。是绘本。对，而且它好像没有什么字，我记得它的字很少，字很少，这样。对，但它画面很美。它主要是在我先讲它里面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货车司机开到山路里面，然后他就突然下车走到山里面，在每一页不停的翻阅的时候，他渐渐成为了另外一种生物，然后在经过好像一连串的冒险之后，他走回来他的货车上，他又变回原来的自己。这本书让我看了很有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我在画绘本的时候啊，对，就是原本我是我，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对，我就成为了其他的，或者是我就进入了我自己的故事，我成为那一个故事的一部分，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当我放下笔，我又回到我了。这个我蛮有感觉，因为这个也跟那个让我想到那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江贤二，他现在他也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在创作的过程中，
作品才是我的。当我完成作品的时候，作品就已经不是我的，变成大家的了。对，所以我还觉得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叙述，还对于一些创作者应该是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这是我自己看的感觉，也许大家看起来是不一样。如果映照你自己的人生经验的话，你也许会有不同的体悟，这样子。是。那在上厕所的时候是什么？是谁的？什么东西上厕所？我要举叉叉的牌子。你像我是在思考这个，就是。那我觉得也蛮像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舒服的状态，所以它会变成另外也是自己。然后回来之后回他自己。这个怎么变这样呢？是要走感性的路线，是不是？不好意思。也不是啦，我们还是当然是希望口语化聊天，但是当然这是一个介绍绘本创作者的节目嘛，对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太少了，差他。太少，所以我们可以一口上集跟一口下集。因为我看到那个，没有以后主持人就是你啦。没有，本来有很多访纲，有很多内容，然后我很认真写，就都没有问他写很详细耶。我跟你说，那个只是让你安心。你知道我给他看访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干嘛列那么多题？我们不一定会问到。”我说：“不一定会问到吗？”我原本想说有一些可以问到，我觉得是可以讨论。对啊，对啊，会，他还会有下集，说不定还会有下集。你刚刚才想到有下集，还有中集跟下集。因为我们刚刚有讲，我们这是第一次去录制这样的节目，对，所以其实调性上是希望大家可以熟悉一下这种用聊天来认识创作者。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访纲来整你啦，然后没有问啦，是说因为你没有一个东西，你突然来可能会怕说紧张，突然被问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对，然后另一个有时候也是因为会就着你回答的问题。对，我们再去往内挖掘，说还有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让人家认识你，这样子，对，会是这样过程。对，主要是因为目前是主要是在我的这个部分嘛，对，就是讲我这个部分，所以比较少谈论到那绘本呢，或者是现在这个市场由我来看的这个角度。对，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跟其他创作者一起分享讨论，以一个有出版的绘本作家的角度，我觉得蛮好的。对，我觉得访纲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很好，这蛮 OK 啊。你看看下一次，我可以帮你把哪一个，那就明天吧。明天再来录第二集。我明天要去找那个李锦伦老师，我们可以找他一起，对，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约时间录。如果还有空的话，但是我最后一个小彩蛋就是希望你可以给一个3年后的自己，你给自己一小段话，然后到3年后我们再放出来，在你家用大声公播放，就是这是你当初讲的话之类的。那个时空胶囊，对，有点类似。你要想这个有准备嘛？我没有，你本来是写5年前的自己，然后现在变成3年后，因为他跟我说，我觉得要给未来，不要再给。对啊，哪有人给从前自己？从前已经无法改变了嘛，你当然是给未来的自己。那我觉得都可以适用啦。我有写一段话，那我觉得不管是未来，你有好好讲哦，因为这个是现在就录下来。什么叫好好讲？我刚刚都没有好好讲，我刚刚讲很多我刚刚都不正经。好，那我要给3年后的自己一句话，不是一句话，是一段话。迷失自我的时候，不要害怕，这表示你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冒险。多累积经验值，在磨难中成长。不要刻意追求快乐，平静才是你需要的。平静能使你看见更多，感受更多。不管往哪条路走，只管往前，因为梦想会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很棒好感动哦！有甘愿了吗？这样我觉得很感动怎么这样结尾啊？这个本来是我也是给过去的自己，我也希望他能够听到这句话，然后未来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希望都适用。对，我就觉得都适用，所以我还是沿用这句。因为刚刚我也有短时间飘过说，奇怪，你怎么给过去的自己跟未来是同样的一段话，你怎么可以拿起来念这样？但是其实想一想，好像都蛮适用的啊。我自己也蛮认同的，因为我常常也都是强调说，因为情绪那种高兴、悲伤，那个都是短暂的状态啦，所以平静才是会是给一个人持续有力量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状态。因为我昨天就想到一张图表，就是
你如果人是平静，是不是这样一条线？对，一个中间的线。但你如果你没有中间这个平静的线拿掉好了，你开心再来就是难过，你会一直起伏不定。对，而且有可能你一直都是在下面的状态，你没有到达那一条标准线。但是你如果是平静，你随时维持平静，那你开心什么都是在上面这个阶段，你就不会往下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才是我们这个年纪，或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么多的时候，最应该会追求平静。我大概知道什么年纪开始会追求平静。不用讲，不用讲。我觉得每个阶段、每个年纪都应该要追求一个心理上的平静。我觉得平静蛮重要的啦。对，然后快乐跟悲伤也有存在的必要啦，因为那个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因为你有悲伤，你才有感觉快乐嘛。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都不长。对啊，那如果当你遇到悲伤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把它拉回平静线？你会把悲伤留给自己吗？把悲伤留给自己是这首歌，这个有在录呢。对，我忘记了，你开始唱歌了。我这一段可以剪掉。我觉得我因为第一集不剪，因为有了平静这条线之后，我觉得悲伤的次数跟频率少了非常的多。很棒啊，很棒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以前都会情绪大起大落的时候，时间太久，你会常常觉得胸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包含我老公突然要叫我画绘本、改变绘本干嘛，我都可以就是这有需要剪掉先问你会觉得生气，怎么不跟我讨论就这样子，或是怎么样？不跟你讨论有啦，后来有讨论，就是说这么突然的告诉你说，我帮你接了什么，我帮你验什么，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他都是很突然的，他帮你安排好了，对，他都是很突然告诉我。他有没有就是？但是他应该都是安排在你的这个能力范围。对啊，你的那个没有，但是我已经告诉他说，我今年可能没有办法再接任何东西。然后突然说，我跟你讲哦，立法院要找你。我说，可以讲这个吗？然后这不会剪掉。突然又说，什么哪个人要找你？我说我不是说我今年不画，那但是有平静嘛，就会回来这个平静的部分，就会觉得。好，那我试看看我能不能把什么挪开，或者是我压缩一点，我休息的时间，或者是怎么样，我才能够更理智的去处理，要怎么样如何有效率的把这些东西都产出来。我觉得你说的，我认为真的适当的休息和这个是一种修复状态，因为你一直在，你不管无论当然你是在做喜不喜欢的事，我认为它还是会消耗啦。对啊，所以真的是需要有时候偶尔是空一段时间，对，让自己恢复到好，我现在可以再往下一步的这样状态。不过像你如果在做外面的案子，你会不会突然就是自己本身的创作就消失了？不会，我应该是不会啦，我也觉得应该是不会。我觉得，因为你知道绘本就是很好玩的，就算你接的，因为我现在接的是绘本的案子，对，可能是政府的宣传品，但是他还是可以讲故事因为他们就是要有趣他们就是希望说我宣传的时候小朋友会愿意坐下来听说这个是政府在宣，对，所以前面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发展，而且他们都不会限制你，那很棒对，就是你还可以同时间做，因为通常我接案子我会用的是平板，就是用电脑绘图的方式，因为除了可以修整部分比较有效率之外，那我自己还可以做手绘的部分，我自己的故事。那如果对于像我们最外面的案子是这样，那对自己本身你未来有没有就是有想到脑中的一些主题或新的故事？有其实我现在除了做其他的接案以外，我现在还有在做的也有我自己的有自己的，就是你知道我们每年都会给自己许愿说我今年要做几本啊，我今天想要做什么，虽然会慢，但是你还是慢慢要做，要做你就会觉得有动力，觉得这故事怎么样，卡关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绘本点子都是满满一整篇，你知道，因为每天都把有的想法记录下来，今天这个卡关没关系，我再进行下一个有没有机会，然后慢慢这些都会慢慢完善。我觉得你自己本身在脑海里面要有一个计划，所以你每一个想法你都会落实。
最后我都完成会看他能不能有机会，或者是他有没有发展性，我才会决定说要不要做他。其实这个访纲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可以。你那个彩蛋你要做结尾，你又好像仿佛把节目带到中间。我真的很想问这些访纲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正主持人他觉得说我们就用聊天轻松的方式就好了。其实我本来不是正主持人的，但是所以本来是我吗？本来是你，我本来只是想要，我昨天有讨论，观众朋友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本来那你有比较不紧张吗？就是、有啦，因为他就是希望第一集，他觉得他如果，我很怕他会照着这个问你，你也照着这个回，那这个就是我会觉得，那他就没有好像很不轻松的聊天。不会啊，我有加一些反问的部分啊。不会啊，我不要让你那样。他就是要把你逼成真实的自己，先收回资料。所以这个可以录第二集，这个录第二集啊，对啊，你紧张什么？你真的要叫我回来录第二集？会，我们会录第二集，然后我们还会访问，就是你老公他自己的这一本。你还会吵架？会吗？会吵架吗？你没有要录第二集，你以后可能就不是变主持人了。哦，谢谢，那你跟我一起搭档多好啊，好开心哦，对不对？你们就好好的。但是你们自己要抓节奏啦，我就帮不上你们，因为我们就不会举牌，我们就把牌丢掉。我就在后面画圈圈啊，就把这一段不行，要加快了，要 ending。可是我觉得你要这样一起聊比较开心啊。对啊，因为你就是理工脑啊。我当然知道我有我的作用啊。对，你的理工脑总是还是要有一些。没有，我有那么理工。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想的东西不太一样。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加进一些天外飞来一笔。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压力很大？不是，不是，因为但是我觉得女生会太感性，就是我怕我们聊一聊就大哭，而且我们两个的个性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很容易飘。你们的确很飘，然后会跳，对，就是我们可能从地球跳到土星之类的，就像现在，然后抓不，然后回不来，你知道吗？因为到金色星球之类的，因为太空船坠毁，回不来这样子。好啊，那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让一口跟大家做个分享来，也作为今天第一集我们这个？刚刚我已经讲结尾了耶。对啊，所以他刚刚又问我说：“他怎么又把节目带回中段？”剪掉，我原本还是希望想要每一个绘本作家，就是在我们德间书店留下一个记录，就是我希望你来这边录音的今天的心情的小怪兽，可以帮我画成一小幅图，然后后来我们可以把它贴在一起。你结束之后回家作业的意思啊？他不用，他在这里，我在这边画在这里哈。那我们观众要看着你在这里这样画的，不用了，没有，就是吓我一跳，想说节目要拖多长？也是想说我要休息，我要用油画，没有啦，因为那个怕1个小时，大家会受不了，对不对？现代人时间珍贵，因为你们会剪断啊。对，没有要剪。为什么不剪？一刀不剪嘛？一刀不剪。这次是不想要剪，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原汁原味。你要能够看一下我们自己状态是怎么样啊？对啊。可是我不晓得我刚刚讲了什么耶。你看，所以才不能剪啊！好糟哦，这个脑子这样才有趣。好啊，那你做个 ending 好了。所以我这边的访纲有一个片尾音乐响起，然后我到时候会那好，就假装。我是说为节目做结尾，不是说节目完了有一个后面的音效的结尾音呐。好了，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就是这是我们德间书店 VOV。那下一集我们就会给你更多的就是绘本作家或者是各种原创的作家，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声音。那这次我觉得一口他们讲的东西，一口讲的东西其实对于每个创作者来说都还蛮受用的。那当然下一集有一些没有讲完的东西，我们也是希望一口作者他未来还可以再来分享他出版的心路历程。那这部分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再见，拜拜，谢谢大家。